注意看，离开擂台6年的死神方便被点名挑战，挑战方便的并不是什么外国人，而是中国蔡李佛拳第6代传人于建宏。为了让死神方便名正言顺接受挑战，不惜在媒体面前羞辱方便已经老了打不动了。然而方便并没有在意于建宏的挑衅，并且还给了于建宏一次挑战的机会。年仅22岁的于建宏深知这场比赛的重要性，真要是击败了死神方便，于建宏至少可以走10年弯路。方便能接受于建宏的挑战，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。毕竟于建宏是蔡李佛拳第6代传人，为了让中国传统武术得到宣传，离开擂台6年的方便选择再次重返擂台，保持58战全胜的死神方便人老心不老。面对比自己小15岁的蔡李佛拳继承人，方便内心多少有点忌惮，毕竟乱拳打死老师傅的魔咒一直在方便脑海中游荡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方便和于建宏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在前不久，武僧义龙也选择了复出，但被日本选手城户康裕打了个人仰马翻。这一次死神方便复出，一不图名利，二不图富贵，只是为了让中国传统武术得到应有的宣传。别看死神方便比于建宏大了15岁，但方便依然保持着相当灵活的状态。反观于建宏，为了这场比赛足足备战了1年，足以见得于建宏对这场比赛的重视。打赢了少走10年弯路，打输了也不会有人说什么，毕竟方便与于建宏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。一个复出的状态啊，像刚才主持人也是介绍了，在中国大陆的第1场的复出赛，年龄也是相当于是到了退役的年龄，但是还是在擂台上坚持。对，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场明星之战啊！是。那反观这个于建宏呢，是目前22岁，战绩29战22胜，然后5负1平6次 KO。我们可以看到方便老师他的身材完全没有因为这些年啊，就是年龄的增长而改变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啊，这方便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于建宏是传统武术的继承者，能在擂台上将蔡李佛拳发扬光大，也算对得起老祖宗的教诲。本以为方便年龄大了打不动了，能利用身体素质和体能方面击败方便，殊不知方便的体能是用不完的，是源源不尽的。实际上方便在退役的这几年从未终止过训练，想击败处于58战全胜的死神方便谈何容易。方便的打法呢，就是这种快进快出啊，很典型的，而且他的这个出腿很重，而且其实身体硬度很高。看一下他的对手于建宏啊，他的战绩也是不俗的，29战22胜5负1平6次 KO 啊。是。刚才这个基辅好像把对方的腹部打红了，这个后手重拳很重啊。这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是吧？转身后蹬，对方还了一个高扫，方面比对方也是要高出。此战的比赛现场是在安徽蚌埠举行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死神方便的家乡。台下观看的观众不少都是亲朋好友。然而于建宏光想巧是，别看方便比于建宏大了15岁，照样能与于建宏打得有来有回。仅从比赛经验上来看，方便就可以甩于建宏好几10条街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于建宏显得特别稚嫩，特别幼稚，身体硬度也是非常好的。是，最后的10秒了，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动作。这个，这个下劈腿，这也是一个散打的动作。那么第2回合开始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于建宏为了击败方便真的是拼了，连续的腿法进攻打得方便节节败退。很显然，于建宏是在方便面前耍大刀。在方便打比赛初期，可能于建宏还在上小学或者才刚会走路，以重拳重腿闻名于拳坛的方便还未使出全力，只是在与于建宏在中远距离展开拉扯。毕竟于建宏才年仅22岁，并不能采取强制措施来与于建宏展开对拼。第一扫腿还是不太一样的，低边腿的话，它注重的是这个速度。高扫，这个后直是对方反应过来了。我感觉方便很久没有打比赛，很开心的表情就回到这个熟悉的擂台之上，肯定是非常兴奋的。运动员都是有这种情怀嘛，就到自己该退役的年龄，就方便的下劈腿和侧踹腿是出了名的厉害，尤其是他那要人命的重拳，击败了很多国际拳坛知名悍将。面对眼前这位搏击小将，方便自然会略微放水，来给于建宏更多发挥的机会。蔡李佛拳最致命的就是转身边拳，只要挨上一拳，不是当场昏迷，就是直接拉走抢救。于建宏的战绩还是不错的，胜率高达90%，KO 率也在60%以上。
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和方便抗衡一段时间。风采就完全丝毫不慌，任何的状况、任何的场上的局况，他都不会说去表现的有一丝丝慌的神态，反而对方就是身体绷得很紧啊，就生怕方便有一个重击打到对方的这个腹部啊，红肿非常的明显，再来2下侧踹可能有点顶不住了。但是我感觉方便还没有放大招呢。后直，这个后直是毫无征兆性的。后手拳啊，对方撤离得很快。方便最擅长的就是中远距离的迂回拉扯，在近距离也掌握着绝对的比赛节奏，尤其是进入到内围缠斗，方便顷刻间就会失去对比赛的主动权。反观于建宏一直在寻找机会进入到方便内围，结果方便就是不给于建宏这个机会，一直将比赛距离控制在中远距离和于建宏展开正面对抗。这是相当难得，又来了一个披挂。我真的是觉得方便老师打比赛真的是很难看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从方便开始连胜的那一刻开始，方便就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神。退出擂台6年的死神方便一直保持一个初心，就是要将中国功夫发扬光大。在这6年当中，方便参加了很多关于搏击的综艺节目，目的很简单也很单纯，无非就是让更多人见识到搏击的魅力，中国功夫的伟大。反观此时的于建宏已经被方便全方位控制，根本打不出来任何一个有效的进攻和招式。开始大摆抡了，大高扫腿也是没有扫到。建宏也是蛮拼的呀。毕竟这难得的比赛，对，难得的机会。如果顺带能够赢下比赛，那真的是太赚了，对于他来说。是的。方便还是经验非常老道啊，就对方要开始发起进攻的一瞬间，很多人看了方便的比赛之后，评价方便是方跑方抱抱，不知道这些绰号是哪里来的，能利用比赛规则打得对手心服口服已经很不错了。然而于建宏是新一代选手当中首位在擂台上演绎传统武术的选手，作为老牌宣扬中国武术的死神方便，必然会给于建宏提供一个完美的释放空间。放水归放水，比赛胜利还是不能让给于建宏的，毕竟要连续59战全胜的战绩。重拳，但是对方就用位移给躲开了，正蹬腿，正蹬啊，摆拳，再来箍颈膝撞。感觉方便老师的这个顶膝稍微少一点。这是一些散打里面的鞭腿、侧踹、劈腿这些动作，他的这个膝法其实用的比较少，但是他的身高是天然的优势啊。这对方的这个控制距离要控制的非常的好，才能打得到他。后手拳又来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方便的体能消耗的越来越大，所打出的拳头力量也越来越力不从心，几乎已经无法重创于建宏。不过方便的拳头还是在继续实施，反观于建宏还是无法实施有效进攻，完全被方便按在地上摩擦。就算于建宏年轻气盛，敢打敢拼，但在方便面前是虎就卧着，是龙就盘着。直接近身，对方这个摆拳是被预判到了，没有结实打到啊。下潜的肌肤，对方也是感觉到了对方有这个动作，马上给拉开。再来。哎呀，直接打这个前手摆拳。我感觉方便在这第3回合还没有出一次侧踹啊，高扫。感觉，转身后蹬，有效果，这个距离把控的很好。哇，这比赛即将结束了，方便全程都在牵着于建宏的鼻子走，不是打完就撤退，就是打完就搂抱，实在不行就把于建宏放倒在地上。面对这种现象，于建宏既无奈又没有任何办法，无意义的动作。对啊，最后也是打满了3个回合。太棒了！我觉得真的很难得能看到方便老师的比赛，因为在方便老师打比赛的时候，我可能还不太了解搏击。是的，因为他的职业生涯时长拉得太长了。对，这是我第一次写作方便老师的比赛。方便老师的话，他现在更多的转到了培养新选手，然后做解说、做幕后的工作。对，他也进军歌坛，出了几张专辑。最终方便获得了胜利，持续延续连胜不败的神话。放眼全世界，死神方便的连胜战绩是最高的，并且所迎战的对手基本上都是国际名将。不知道方便还能打几年，只能说要珍惜方便所打的每一场比赛，说不定此后方便再也不会打比赛了。一代英雄终将落幕，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方便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